久不见，好久不见，又帅了又帅了。来，赶紧请站长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宜达品牌全球代言人肖战，很高兴今天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是的，我们要欢迎站长哈。今天我们会邀请站长在我们的现场做一些体验，然后来感受一下我们中国山楂的传统文化跟传统工艺。那同时，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游戏挑战，要来考验一下站长。然后想问一下，怎么样？你准备好迎接我们的挑战了吗 ？OK 啊，没问题，没问题的哈。那在我们开始之前，要先来问一下站长，平时喜欢吃我们这个山楂小零食吗？当然，从小就吃，从小就吃，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成为大家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零食了。对，没错。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山楂的知识了。你知道山楂都有哪些功效吗？说到山楂，我觉得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开胃。开胃这个是大家最直观的一个印象，没有错。那你知道我们这个宜达的山楂跟其他的山楂有什么不同之处吗？我知道宜达集团位于承德，那儿的山楂非常的有名。没有错，我们的宜达集团是位于山楂之乡承德，那也是这个燕山的山脉地区哈。根据我们的历史的记载呢，我们的燕山山脉是距今约1.4亿年的左右，我们山楂等被子植物就会开始出现跟繁衍。那由于我们燕山山脉沿线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山楂的生长，使得这里的山楂的颜色是赤红而个儿大，然后肉质呢是肥美而柔韧，然后味呢是酸甜而清口。那因此我们承德地区所盛产的山楂是被人们誉为是铁山楂。铁山楂，对，被我们誉为铁山楂。那同时也是这个众多山楂品类当中这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品种。而且在我们中华上下5000年的历史文化的长河当中，一共有160多部的这个古代的医书记载了我们山楂的作用，包括我们的药用价值以及这个使用的方法。比如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黄帝内经》，然后《本草纲目》，对，《千金方》，还有这个《伤寒杂病论》等等。当然，我们几乎所有的这个医书所记载的这个山楂，其实指的是野生山楂。是的。然后我们也叫做自根系山楂。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山楂树的树龄，你猜一下，一般山楂树的树龄能有多长？哇，这个我具体还真不太了解。对，今天真的是像小课堂一样，现场抽查了很多问题。来，我要跟大家普及一下哈，我们这个山楂树其实基本上是在3月底4月初的时候会开始抽芽，然后我们4月底到5月初的时候会开花。然后我们的山楂花呢非常的漂亮，它白色的花瓣中间是这个红色的花蕊，然后加上绿叶的衬托，显得非常的清纯可爱，很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衣服，对，又红又白的。而且呢，我们的山楂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植物，它不怕冷也不怕热，然后不怕潮湿也不怕干旱，它的适应力跟生命力都非常的强。所以呢，我们山楂树的这个树龄非常的长啊。据我们专业人士的考证，时间最长的山楂树已经存活了有380多年。上百年的一个寿命，而且它在现在仍然在开花结果，而且枝繁叶茂，所以我们山楂还被人称为是长寿果，非常的这个名副其实了哈。那我们的山楂花的花语也非常的浪漫，你来猜一下，你觉得它的花语会是什么？很浪漫的话，那应该是跟守护有关系。跟守护有关，我们的花语就是守护唯一的爱。那看来这个山楂又好看又能吃，还能做美食，又能做药材。那功能真的很全面。对，非常的全面，就跟我们的站展一样，非常的全面。是的，但我们的宜达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也一直致力于发展跟弘扬山楂文化，也建设了唯一一座中国的山楂博物馆。那中国山楂博物馆是目前我国唯一的一座以山楂文化为背景，在全面系统反映山楂发展历史的专题博物馆。它于2015年的1月1日正式开馆。太棒了，这感觉是山楂文化世界，听起来就很有趣。是的，那我们的山楂作为传统的这个中医药的原材料哈，不仅可以入药，它还有很多这个经典传承的传统的食用方法。所以想问一下站长，一提到山楂，你第一个想到的美食是什么？那肯定就是冰糖葫芦了。一到冬天，整个北京不止北京，其实全国各地都是卖这个冰糖葫芦的。是。就是其实听站长这么一说，真的不知不觉我们糖葫芦已经是可以代表了我们中国的一个节庆的氛围。其实在我们父母小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非常有这个糖葫芦的文化了。包括现在的小孩子这一代
糖葫芦也是依旧人气不减，不知道已经陪伴我们多少代的中国人，对，跨过了他们的童年，跨过了他们的一些节庆。那在整个山楂的文化的传承当中，对于山楂最传统的美食，就是刚才战战说的冰糖葫芦。对，那我们传统的冰糖葫芦一直是以麦芽糖跟我们山楂果为这个材料来制作的，原汁原味。那现在随着我们生活水平不断的提升，跟宜达的研发团队不断的开拓创新，也出现了更多新的这个口味的冰糖葫芦。有非常多口味，有6种哈，我听说。没错。比如说有我们这个原味的冰糖葫芦，有酸奶味的冰糖葫芦，有芝士味的冰糖葫芦，有酸奶白巧克力味的冰糖葫芦，还有芝士白巧克力味的冰糖葫芦，以及真仁黑巧克力味的冰糖葫芦。我们通过这个宜达不断的创新跟研发，打破了传统冰糖葫芦的做法。那多种口味的冰糖葫芦也为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清凉，让我们在1年4季当中都可以来享受冬日才有的冰糖葫芦自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战战一起来转场到我们的宜达创意空间，来去看一看有哪些美味在等待着我们。来，这边有请。OK。是的，这里就是我们宜达的创意空间哈。整个空间有没有闻到我们这个酸酸甜甜的味道？其实我们发现，刚才呢我们提到了我们宜达有6种口味的这个冰糖葫芦，在这边也能看到哈，我们也摆出来了2款是我们的原味以及我们的酸奶白巧克力味的冰糖葫芦。后面好像也有。对，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对，一会儿我们就会提到。你看我们的全球代言人多么的专业。对啊，这个冰糖葫芦口味这么的多，然后还有这么多的搭配，是一定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我们宜达品牌的产品呢，一直以来是非常丰富多样的，而且经常通过一些创新的搭配，带给大家一种很不一样的、很奇妙的一个美味。那宜达也推出了一款全新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山楂球，就在我们的。就我刚刚剧透的那个剧透的这个山楂球是，现在跟大家好好来说一下，我们这款山楂球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而且是独立包装，非常安全便携又非常的卫生。而且宜达的所有的山楂产品是一样的哈，我们遵循着6重经典工艺的制作，好吃又健康，而且最大程度保证了山楂本身的营养的成分。而且我们宜达品牌呢是传承了李氏家族300年的果子丹的传统工艺，33年以来呢，无论是如何的创新，无论是如何的发展，始终是遵循着这6重经典的工艺。那接下来我们也为战战准备了一个小游戏，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道具先上来，好不好？来，玩游戏了，玩游戏了。我们要寓教于乐，通过这个游戏来认识一下我们的6重经典工艺。好 ，OK。已经开机了哈，开机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一个寓教于乐的方式哈，来给战战普及一下我们这个6重经典工艺都是什么，好不好？没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面前就是一个扭蛋机，然后我们扭蛋机当中呢，分别有6颗这个小球，代表着宜达6重经典工艺。那宜达这6重经典工艺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就要请战战来把它抓出来，没问题，来揭晓一下。我可是抓娃娃的高手达人吗？对，我跟你说这种话不要说太早，结果第一颗应该不可能，应该不可能。好，第一个，哇！下次真的要跟你一起去玩，这样我才不会亏钱。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球当中是什么？这么行？它是扭开的吗？要掰一下吗？你怎么这么轻松，显得我很没有面子？我也不知道。好，看看、第一个字，筛，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筛。你再好，给我好，再抓一个。好，我再来一个，好玩哈，还可以。第二个，绝不失手，真的是抓娃娃机达人。我来看一下，第二个，天哪，你来吧，应该怎么回事？应该还行。点解呀？为什么你就一拧就开？这个比较有方法。洗，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洗的这重工艺。好，让你来体验一下、这个。我来体验一下。完了，我拧又拧不开，然后会不会又抓不到？这应该不会。抓这个吧。给自己鼓掌。好，这个工作交给我了。哇，真的是你一拧就开。鲜来啊，给大家翻一下这个鲜。那我再来夹一个。天哪，我拧不开，抓不到的话，还好。好，这个你来吧，怎么样？好，可以。哎，它不能太用力，我发现不能太用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是进。好，最后2个字交给站长来抓。OK， 好，我来。哎，不能用满力，真的是。看一下。今天如果我们去玩那个夹娃娃，应该老板就哭了。哎，怎么样？这个字是冷。哎，最后1个字。其实这个很解压啊。哎，哦。你可以自己在家里买一个，然后杀青完了之后可以自己在家里头玩一下。就在家里玩，可以玩1天。对。好的，最后1个字其实不用看，大家都可以看到了，就是煮。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6重经典工艺。噔噔噔噔，我们站长已经全都抓出来了哈。那当然，我们这6重经典工艺呢是有一个正确的排序的，所以我要跟大家来揭晓一下我们正确的排序是什么，好不好？这6重经典工艺的正确排序就是第1个字，来看一下第1个字是什么？第1个字应该是鲜。对。然后第2个字，谢谢。第2个字呢应该是洗。洗。然后第3个应该是煮。对。然后第4个应该是浸。然后是筛，最后就是冷。所以我们6重经典工艺应该是这么一个顺序。对，先洗、煮、浸、筛、冷。所以我们宜达品牌一直以来呢，我们传承的这个传统的工艺技术，将山楂文化发扬光大为理念，一直以来呢是坚守初心，致力于果子丹传统制作工艺的研究跟推广。那在2020年呢，宜达果子丹作为传统工艺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我们今天呢，主题也是要来传承非遗工艺，让世界品味宜达。那非遗工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那现在我们就要一起转场到我们的非遗工坊去来了解一下。来，站长这边请。没问题。来，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宜达的非遗工坊哈。映入我们眼帘的应该就是墙上的这些画了。站长来看一下，这些画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特别的地方从外观上来看呢，应该是12生肖。然后从它的材质上来看，应该是用了我们的果丹皮。哦，好香，酸酸甜甜，酸酸甜甜的，是很想舔它一口。我们在墙上可以看得到，是我们用果丹皮做的这个12生肖哈。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得到，你的应该是羊啊，对，在这边羊。然后他们其实每一个生肖手上都抱着一颗山楂。我看到了，对不对？非常的有巧思在里面。其实刚才站长也说到了哈，它是用我们的果丹皮做的。是，那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果丹皮的历史跟由来了。没有错，就是我们现在叫做果丹皮，但其实之前我们是称呼它为果子丹。果子丹。对，在我们清王朝刚刚建立政权的初期呢，有一位名叫做李凤尧的人，是受到了我们清朝对于前朝官吏后代的这个优抚政策，所以开办了当地这个非常著名的叫做宜兴斋，然后每年会以这个非常优质的谷米啊、猎鹰啊、山珍、野物等等等等的好东西来供奉给朝廷。然后在向朝廷供奉的一些物品当中呢，有一样是当时承德地区特有的一种果品。所以你猜一下这个果品是什么？
我刚才记得在讲山楂文化的时候，说承德地区盛产山楂。那我们猜对了一半，另外一半呢，其实是李凤瑶跟他的族人以当地特有的这个优质的山楂为原料，是以蜂蜜为辅助的这个加工材料，然后混制而成的。这种果品呢是形薄如纸，色泽非常的明艳，那口感非常的棒，非常佳。然后我们清代呢称其为果子丹，也叫做山楂糕片儿。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果丹皮，它的前身就是这么来的。原来早在清朝的时候，果子丹就已经出现了。是在清朝的时候，它就已经出现在我们国人的这个生活当中了。那我们据文字记载呢，曾经跟随康熙来平定噶尔丹的远征的礼部侍郎高士奇，在去到宁夏都市的这个途中，专门为我们承德进贡的这种果品，来单独写了一首名为《果子丹》的赞美诗。那并且在果子丹下面是亲自来备注到了说，山楂煮浆为汁，状如纸薄，匀净，可卷书，色干红，故名果子丹，味甘酸，止渴。因其这个独特的口感跟功效呢，以及在平定噶尔丹期间做出的特殊的贡献康熙皇帝看到这个诗之后呢，觉得特别的贴切，然后当即就称赞是一色一味，达心达情。从此之后，我们的果丹皮就被列为了宫廷一品的御用茶点，由内膳房来专制管理。而且宜达集团的名字其实就是取自这诗的两个首字宜跟达，所以呢，这100年当中，我们的李氏家族就一直向朝廷来进贡当地这个特产的鲜山楂以及果丹皮等果品。那李氏家族所掌握的这个独特的山楂食品的工艺，也一直传承跟保存了下来，并且一直被视为皇家的御品。那宜达山楂自古以来呢，就掌握着这个山楂食品凝练100年的独特的传统技艺。那这个技艺呢，现今也可以总结成精渣6法，遵循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鲜、洗、煮、浸、筛、冷6重经典工艺。宜达将这种传统工艺传承延续至今，真的挺了不起的，真的非常的了不起。那站长刚才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这个果子丹的非遗工艺的这个展示画，然后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们现场呢也给你准备了一些原材料，然后现场也来感受一下这个传统工艺，好不好？没问题。来，我们请工作人员上道具。好，这个是要操作的手套，然后还有这个刀。原材料，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果丹，果丹皮，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桌上呢有不同的这个模具那因为今年是虎年，所以有这个可爱的小脑斧的模具，然后有宜达，然后对，还有我们今年是2022年，所以我们也准备了这个今年的2022年的这个数字，不同的模具。站站，你想选择哪一个来制作？我觉得这个工艺呢，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那我就选一个我觉得操作起来最可行的吧，就2022吧。2022，好，那就用这个。好，那我是不是要戴上手套？然后在我们的果丹皮上面来印出它的这个字样，然后再用这个刀子，小小的刀子把它抠出来。这个我觉得难不倒站站了。好，来，我觉得这个美术设计应该是你非常强项了。好，压一下啊。第二个是，透出了20，最后是22。其实这个要非常的小心。对。这个酸酸甜甜的味道真的好鲜美，非常的开胃，已经非常的开胃。OK， 接下来就是要慢工出细活了，就是需要用这个小刀，对，把它抠出来，慢慢的吧。
这真的没有看起来那么的容易。对，要慢慢的、很细致的，对，把它分离出来，胆大心细才行。对。好，第一个，2，第二个，哎，马上就要成功的，好，要把它放到，哎，它怎么那么随手一摆，它就特别的整齐。对称有没有整齐？对，哎，非常的整齐。好想把它吃掉，突然间就是胃酸，就是嘴巴当中会有那个口水的分泌，然后这个胃也在召唤说啊，我要吃点这种酸酸甜甜的东西。好了，好，我们4个数字已经都分离出来了，我们要把它摆的对齐一下，整齐一点。对，工整很重要，对称也很重要。好，可以吗？OK，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肖战的这个差点打翻，来这个传统工艺啊，要好好的保护它。这个真是，虽然现在这个我还挺满意的，但是跟墙上的这些工艺画相比的话，还是差了太远。哎，谦虚了，谦虚了，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看的哈。你看，大家就是它的边都特别的干净，然后特别的工整，所以想问一下，你刚才在体验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难吗？很难，其实很难，因为这个果丹皮它比较软，所以你在拿起来的时候它很容易断，然后以及你的那个刀跟着它的那个线走的话，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操作。所以今天我们现场非常快的就给大家做出来了。然后其实我们12生肖呢依次变化，每年都会不同。那今年是虎年，虎年虽然已经过半了，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呢，我们还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工作、在生活当中都可以虎虎生风，如虎添翼。那宜达我们也是推出了一款新品的山楂棒哈，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老虎头，就是这个可可爱爱老虎脑袋。来可以看一下我们手上的特写，哎，这就是我们这个新款的产品，怎么样？觉得它可爱吗？这很可爱。对，我们的山楂棒就是一个小老虎的一个形象。对，是一个小老虎的形象，而且我给大家打开看一眼，我们现场管够好不好？有非常多，哎，它非常的可爱，然后独立包装，非常的干净便携，然后它这个棒棒是呢纸做的，所以就是非常的适合小朋友来吃，对，非常的可爱。我可以吃吗？对，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可以来选择。那我们这款山楂棒呢，也是不添加任何的人工色素、甜味剂，还有各种的食品添加剂。我们是保证了营养健康，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说的是它添加了这个鸡内金的成分。你知道什么是鸡内金的成分？鸡内金？不知道。鸡内金其实呢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有这个健胃消食的作用，然后跟我们的山楂结合，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而且这个真的是我吃下去之后一直在流口水，整个嘴里像瀑布一样。它的口感非常的绵软，特别好吃，真的停不下来。那我们今天互动体验的环节就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请站站一起来到我们的活动区来开启守护非遗文化活动的仪式。来，这边有请。好。传承非遗工艺，让世界品味宜达。欢迎各位来到2022宜达新品发布的活动现场，跟宜达一起来守护非遗。那今天站站也了解到了很多我们传统文化的故事，同时也参与体验了我们非遗工艺的这个制作的过程。
那我相信在过程当中，不只是体验到了乐趣，更多也是感受到了我们传承的内涵，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我们的非遗工艺，了解我们非遗的文化内涵。是的，就像我们墙上的这幅卷轴上写的，宜达山楂传承非遗工艺，没有错。那宜达也将作为非遗守护人，带领更多的人来肩负起将这项精美的文化瑰宝继续传承跟宣传推广的一个责任，跟宜达一起来弘扬中国山楂传统文化及传统工艺，了解宜达果子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希望我们的非遗工艺能够有更多更好的传承跟发展，那大家也可以一起加入到跟关注我们非遗队伍的传承的队伍当中来携手传承美好。那今天肖战也来体验了我们有趣的制作的工艺哈，那想必也是有很多的收获，所以可以跟我们再来简单的分享一下今天的感受吗？今天来到这里，感受到了非遗工艺的魅力，也了解了传统工艺，当然是感受就是收获非常的大。当我听完这么多故事，然后又近距离接触了这些文化内涵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工艺能够传承并发扬，其实很不容易。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到非遗文化传承，了解和发扬我们国家的传统工艺。是的，我觉得战战说的特别的好。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多，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它都蕴含着它独特的内涵。那我们也希望可以更加深入的来了解到我们宜达品牌的精神跟理念，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的传承。那也促使宜达历经33年与时俱进，变得更加的璀璨。那我们也感受到宜达在弘扬中国山楂传统文化以及传统工艺上做出的努力。那我们要再次的感谢我们宜达的全球代言人肖战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参与跟体验以及的推广，要再次的谢谢战战，谢谢。我们可以稍事休息一下，好，谢谢，我们回见。那我们今天